我来这山沟沟里面已经来了5天了，就为了等收获这点货，吃没有吃好，睡也没有睡好。你看眼袋都出来了，胡子都已经长得这么长了。前面我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个钱好挣，那又有钱拿，又有吃又有喝的，哪知道来这边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个概念。难怪那客人不愿意来，那客人都住了几十年木材了，他知道这山里面应该是不好过的，所以他花钱请我们来。我这次来就是来干这个的。我这客户在国内他是做菜板的。就这都是线木，专门做菜板用的。这玩意在国内某宝上面1块还卖好几百。我来到这个地方才知道，越南有很多线木是从老挝入境到越南，因为我隔壁就是越南了，他们拉到越南去，再从越南拉回中国。这些老挝人做事比我们以前请的工人勤快多了，从早上7点半干到晚上11点半。你看，全是我的货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菜板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夹着先涮就可以了。这老哥做木材已经做了差不多20年了，就是光在老挝做，早些年做红木，后来做杂木，现在又搞菜板，这辈子跟木头有缘。哦，忘记了，他还干沉香，我上次那个沉香就在他那拿的。这个木头这么大一坨，是一棵树吗？是一棵树的，然后它是要偏心，一般这个木头的话最小要80以上，心往外偏一点才能出一点这个材料。这个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最大的它有2米多的直径啊！有，具体是工人在山上弄，我是很少去山上实地去锯。我们在国内它做菜板，它不是那种红铁木做吗？做红铁的话，相对来说便宜很多，它的密度没有这个老挝的线木这么高。老挝的线木呢耐砍，红铁的话它稍微有一点气味。像这种的话没有什么异味，密度相对来说高很多，砍的时候它会不容易掉渣。这个木头的话，一般40公分左右，5公分的大概就有8.5公斤。你像一坨木头的话，刚才那种的话都有100多公斤原材。你看这个的话，大概在40左右。完了以后就把它车圆。那我们要求的质量很严格，你看没有任何白皮。没有任何的暗裂，出品率很低，因为要求比较高。现在生意嘛，应该算是比较卷。之前有很多工程，后期也大家都没干。市场行情不好的话，它对要求就很高嘛。那你为什么还坚持这里做？那不做了这么多年了吗？还行，我们还过得去。我这个货搞了还有多久啊？你这个货的快的话，大概就是2个星期左右。仓库里面有3车货吗？我们仓库里现在做完的话，大概是2车货。中国还有几车呢？你可以选，去仓库里选。怎么这么重？这个货在中国仓库里面还有2车。这个是不好卖还是？没有，是看不同的客户、不同的需求。之前在电商里面，他们喜欢卖这种，我们就把圆的改成方的。这个木头啊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得靠水，而且要石头感。在电商里面，电商平台他们都会说是石山有铁，因为它油性比较重嘛，就叫油线木。几乎都在喀斯特地貌的这种水沟里面。我跟你说，老挝的木头多的你不敢相信。你看我身后这一吨。这是昨天卸下来的，随便拿一坨出来，我们一个人包不下。在老挝，他们缺什么？他们缺的就是怎么卖出去。如果说这玩意在国内，多多少少也得值几个 W。这菜板的材料都是发到中国去啊？对啊，我们只做半成品，不做深加工。对，我们在国内是有仓库的，但是我们不深加工，就是把这原材料卖给工厂。对。那你们的客户主要是工厂，有电商吗？现在国内电商不多。有，但不多。电商他们拿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用啊，这是半成品。他们是有些直接去找人代加工。我听说他们在国内在淘宝上面上400块钱。这个不好说，这个因为商业经济的是。以前我听说老挝的木材多，我以前没什么概念。自从来了这个地方以后，才发现这个地方是真的多。像你们在老挝经常可以看到那些茶板啊，直径1米多、2米的大板，还有一些很漂亮的家具啊，包括红木类型的，这边随便加工。现在在国内产业转移，做木门的、做家具的、做一些小件的，现在很多工厂都往老挝这边搬，因为老挝这边的自然资源它还是够的。我昨天看他们本地人家里面一堆一堆的，全是那种现磨的那种树瘤，堆成山一样的。我就问了一下，我说这玩意贵不贵？他说出来价格，把我吓到了，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。这个现在请工人装车贵不贵啊？比国内还贵啊！我操，这一车装6000片，50多吨啊！